Hello Hello， 这节课的话，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的一个修改方法啊。可以看到我们有提前去写好它的一个整体会面对的啊，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需要去做修改，对吧？那我们会逐一去给大家讲解啊。首先的话，大面积铺色是指一个什么情况的话呢？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想要一个款式呈现一个背景色，或者是我们在一个晕染想要呈现出颜色的第一层，基本上我们铺开的面积是非常大的，对吧？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通常是大面积铺色啊。那还是像上一节一样，我们是在这个蓝色的打底色上面去给大家呈现，因为它颜色比较深。我在操作的期间，大家可以说看得比较清晰啊。那首先我们来先操作一下这个大面积铺色的啊，我还是用白色去铺哈。来，首先的话啊。这个大面积铺色肯定需要的取水量也会稍微多一点点啊，要是太多的话，用干净的纸巾吸走一部分，然后再来取色。好啊，比如说这种啊，咱们是大面积的去揉一个白啊，门管先揉成啥样，但是它现在是一个白色。那我们所大面积铺色的时候，会在两种情况下啊需要修改。一个是局部修改，一个是大面积修改。局部修改的话，什么情况下需要局部修改呢？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像有一点太多了啊，我的这个白色应该在这个位置才对，放到这儿好像确实有一点大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就需要做局部修改，对不对？局部修改的话，我们可以是准备出来另外一支笔啊。这支笔的话呢，我们是要把它清洗干净。充分做好一个洗笔的动作之后呢，用干净的纸巾吸一下，吸两下啊，把它的笔毛的水分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潮湿的状态。这个状态之下，我们去给它进行一个修改啊。修改的话是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，这样去给它进行小面积的，这个位置我给它擦掉了，对吧？但是一边擦掉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这个位置啊，就是我要擦掉的这个位置上面的颜色，会通过我来回左右去蹭的这个动作，它会吸收到我们的笔毛当中去，所以这个时候笔毛由一个干净的笔变成了里面沾有一点点颜料的笔，所以它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是需要把它清洗一下的啊，再清洗一下，让它重新变成刚才一个干净潮湿，里面不含有任何颜料的状态之下，重复这个动作，再来洗一下，直到它这个边缘线啊，这个地址这个地方被我洗掉为止，看到吗？一定不要说是大量的水啊，就是你看我直接啊一下子都把笔都伸进去了，大量的清水然后过来洗，看到没？大量的清水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水痕，它会有一种开花的现象，会有一种完全晕染的一个晕色的一个效果，而且会有大量的水停留在甲面，半天也不干啊。这个时候既会破坏掉我们的画面感，然后同时的话，它这个又造成可能后期再去操作容易不结实啊，所以不要大面积的去操作。那这个是第一点，局部修改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要大面积的去修改的话啊，分两种情况，一个是我需要整甲，我这个颜色干脆我就不喜欢了，我不想要了，我就想换个颜色，这种就简单了啊。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刚才是改了这个位置，我想把这一整个这个位置都改掉啊，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哈？这种情况下我稍微多一点点取水量啊。注意听啊，是稍微多一点点取水量，并不像我刚才所做的那样啊，是把整个都浸入到里面，这样太多了。基本上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啊，多一点取水量就意味着我们这一支笔啊，就这个笔，基本上取一个1/3或者1/2啊，最多了。1/2是最多的了啊，1/2的话就是水位是埋过于这里的，正好处在整个笔毛中间的这个位置啊，就是取水量1/2，这个取水量就是3/3哈，这样去给它做修改，我要修改到这个位置，对不对
啊，这样去给它揉，你看这样的话，它既不会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水痕，同时又不会有那种水流动下来啊。然后擦的时候是一左一右啊，然后上下的再去浮动着给它进行一个修改哈。啊，这样去把它擦掉啊，然后再去洗一下笔，对吧？再做一下刚才正面洗一下，反面洗一下啊，这个动作。这个时候它就底下的这个位置就没有那么白了，还稍微有一点点，但是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啊。一般我们在甲面上操作的时候，稍微留一点点，这个感觉是可以的。然后修改到这种程度的话也可以，除非你觉得还是不行的话啊，觉得还是不行，我就想让这个地方完全一点点、一丢丢的白色痕迹都没有了，那也简单，找一个棉片。记不记得我们上2节课有给大家讲过啊？水彩要操作的时候，美甲工具里面有涉及到酒精，对吧？酒精是干嘛的呢？大面积的去擦掉我们的美甲啊，擦掉我们的这个水彩颜料的。那比如说你要修改就这么大，对吧？来啊，擦掉。但只不过这么擦的话，就是一个边界感会特别明显嘛，对吧？那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也可以是啊，用到我这个方法，稍微再另外一支笔辅助一下，把它特别明显的这个边界感啊，轻轻的给它晕染一下，对吧？啊，一左一右的轻轻这样去给它蹭一蹭，带一带啊，就这种晃动着。你看我的这个水痕走的位置啊，就是我笔尖所行走的一个位置，这样左右晃动着啊，这样的话它可以说会非常自然一点啊，可以稍微再往后就这么去走一笔带一下，这样的话它就会没有那种很明显的一个边界感了，对吧？那整个的话再大面积，我就干脆想换一个颜色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那干脆就直接棉片蘸酒精，整个我们擦掉就完事儿了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大面积铺色的时候我们修改的方法，对吧？混色是什么啊？混色就是我在操作整个款式当中，你看我这个款、这个款、这个款，这个都叫混色啊。大面积混色可以是任何颜色混在一起。那比如说我在这个甲面上，我是肤色啊，混着粉色，哎，这个还是有点多哈。因为我这个甲面上刚才还有擦掉的酒精啊，对，大家要注意点这个问题啊。我们如果是整个甲面擦掉的情况下，你上面如果说再要去操作款式的时候，这个酒精要多晾一会儿，再到上面再重复去操作啊。就比如说我刚才做了一个白色，我不满意，我要换成肤色，我是把它整个擦下去的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我把肤色上来之前，上面的酒精我要等它完全挥发掉啊，基本上等待个5-6秒钟的时间，10秒钟1粒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完全干掉了。然后我再到这个上面来操作，这样的话不会影响到我上水彩的颜色。有的时候它上面还有一定的水分，你上完的这个水彩的颜色在上面，它是效果会成坨成块啊，水分含量太多了，它会晕开直接。我来讲一下啊，这个混色旁边我再混个粉色啊。那我们混色的话会出现这样几种情况啊，是需要我们去做修改的。第一个，搭错颜色了，比如说这个肤色配上这个粉色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俩颜色搭在一起，哎，不是很好看，怎么办？我都已经涂完了，对吧？要么重新擦掉，重新画；要么你就觉得，哎，太可惜了，我上面这颜色上的还行，我下面这个颜色想要改一下啊，那怎么办？这个时候也是2种解决方式啊。一个的话是我们干净的笔，哎，洗一下，直接给它这样一边看着我啊，一边去给它冲刷下来。这个时候取水量是多少啊？取到1/2的一个取水量哈。一边取下来颜色，一边我把取下来的颜色给它吸附到纸巾上面去啊，就是笔尖，看到我整个的啊，笔尖。或者说碰一下水，来磨2下啊，蘸一下，碰一下水，磨2下，吸一下啊，这个方式，或者是干脆就像我刚才的那个动作啊，大刀阔斧的，咱直接把这个粉色咱擦下来，对吧？这个的话，方法就是擦的会很彻底啊，
它擦得很彻底，但是唯一的就是会留下一个很重的一个边缘线啊，会这样。那这个是搭错颜色了。那如果说某一个颜色过重或者面积过大的时候怎么办啊？这个情况下可以说怎么理解呢？就说我取一个，我看看还有哪个颜色取，就取一个这个黄的吧，黄的看的比较明显啊。假如说这个黄色我不小心上的太多了啊，我想要的是一个通透的黄，我不想要颜色这么深的，不小心这颜色上深了怎么办？还是啊，把笔洗干净，洗干净之后呢，正面啊吸一下水，吸一下就行啊。这个在刚才我们操作过的这个位置之上。重新的走一遍啊，我们刚才铺的时候你的这个方向是怎么走的，你这一遍还怎么走啊？如果觉得还是深，那你再来重复一下刚才的动作啊，笔碰一下水之后，搅和一下水之后，在干净的纸巾上吸一下就拿起来，然后这样去看它颜色是不是还存在着这种晕染效果啊，就是它水彩的这个晕染效果，就是它里面会是大面积的这种深深浅浅的这种纹路感啊，但是它明显它颜色变浅了，变透了，是不是这种感觉啊？这个就是一旦就是我们有某个颜色过重了就可以了，就这么操作就可以。如果说颜色的这个面积过大啊，这个黄色我不想操作这么大的面积，我想稍微小做修改啊，那更简单，还是啊跟我们搭错颜色的第二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就是把一支笔洗干净啊，占1/2的这个取水量，把底下的颜色给它洗掉啊。这个时候我更偏重于你用清洗的这个方式啊，而不是直接擦。擦的话，那个边界感过重，然后我们再就还得你把整个的这个颜色再晕一遍啊。就怎么说呢？你看，你给它这个地方，假如说不要擦到这儿，擦掉了。这个边界感是不是特别明显？你想让它这个边界感再虚化开来的话，那你就需要再沾一遍黄色，再从头到尾去走一遍啊，尤其是边界感这个位置啊，重新再这样去晃一晃，晃一晃。所以来说的话，你直接擦，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擦还不如我们说，用笔稍微吸一下啊，去修改啊来得快。啊，但是还是看宝贝们掌握哪种要更轻松啊。不同的情况下，就是不同的款式，我们遇到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老师给到你们是2种方法啊。还有一个就是颜色搭配不合适，这个颜色太浅了，太深了，我们想要调整或者加入新的颜色啊，这一点怎么说？如果是前者，太浅了，我的这个肤色旁边我不想配这个颜色，不想配黄，我觉得黄色它俩颜色明度都差不多，都是这么浅的颜色，我想再加入一点点深色啊。假如你加的深色还是同样色系的话，还是黄色、红色啊这样的色系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直接叠加。它有的时候2个颜色混在一起，你也感觉还很好看，会有一点碰撞感啊。比如说像这样啊，加一个这个红吧，稍微来一点点啊，就稍微这样，就它的颜色有的时候会直接把这个颜色覆盖住啊。或者就算混到一起去的话，问题也不大啊。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直接混。那如果说我就是这个颜色，我不想让它混，我就是想给它擦得干干净净的，那你可以选择直接用棉片擦下去。因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到这儿我就建议大家说直接擦了，而不是刚才那个不是小面积修改嘛，对吧？因为你要加入另一个颜色的话，要不然我们再加入另一个颜色，我们也是要去揉色的，对吧？反正你都要做一遍这个步骤，那肯定是擦下来要更快呀，对吧？那颜色过太深的话啊，这个颜色比如说我一开始加的就是红，这个红色我不喜欢，我想给它变成黄色或者粉色或者绿色，这种情况下你还是按照这个方法直接擦啊，直接擦掉。如果想要调整或者是加入新的颜色的情况下啊，调整就是我们在加入这个红色的情况下啊，想要去给它调整，可能是调整位置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也是啊，笔稍微蘸一点清水，然后稍微给它这样揉一揉，给它揉开一点点。要混色的情况下，看看这几个颜色能不能适合搭到一块儿去。适合呀，搭到一块儿去，你就直接把这个颜色揉出来，直接加进去。但如果说不适合的情况下啊，我们就还是另外一支笔，可以说洗的淡一点啊，就给它这样刮蹭下来。
啊，刮的稍微留有一点点、一丢丢的这个底色，那也不要紧。下一个颜色加进来，基本上它的问题也不大啊，看不太清。因为尤其像我们做这种混色的时候啊，你看我当时做这个颜色的时候，我是一边做一边去找这个感觉的。就当时粉色的底色，我觉得颜色太浅了，然后于是乎里面加了一点更深的粉，加点深色粉色，我觉得里面加点蓝色系能好看，然后加了点蓝色，又觉得这个里面还差一个中间色，于是乎我又加了点紫色。因为水彩它是一种就是说你随时可以被揉开的一个效果。你看我就是把这个2个颜色加进去之后啊，我在它的基础上我再去加另外一个颜色的时候，它这两个颜色也会受我的加入第3个颜色的一个影响啊，它的面积会变小，或者说干脆颜色有所改变啊。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的话，我们是可以给它揉到一起去的哈。还是那句，根据我们实际要的情况去决定啊。有的时候干脆那个颜色就不好看了，就干脆都擦了就行了。那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啊，就是在我们画彩绘的时候了。什么样的款式叫做水彩的彩绘？比如说拿水彩画个蝴蝶，画一个基础的形状啊，比如说画一个鹿，画一只画那种神鹿，或者说画花，上面我们去上颜色啊，上渐变色呀，画线条啊，这种水彩线条啊，这个都属于是水彩彩绘。那它所会面临到的情况啊，这3种我们给大家列出来了。第一点就是边界线太重，这种情况下，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出现在什么当中啊？就是那个做水彩，比如说山水的时候，还是用白色去举例啊。边界感太重，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？我这个还想上边界感太重的，还没出来那个效果啊。比如说是这样，画一个实一点的啊，这么画，来反着画。你看啊，这个时候边界感啊，是哪个地方是边界线呀？肯定是下面这里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就糊了一片了啊，这个边界感实在太明显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首先你要看我刚才的动作，就是我同样这支笔带着颜料，这支笔我把它颜色啊，笔毛这个笔腹的位置去压笔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大部分来说颜色是特别浅，或者说是没有颜色的。我们把这个笔这样压上去，然后往回去推，就把颜色给它往回赶啊，就这个意思。从笔腹到笔尖去下笔啊，这样往回赶到笔尖，但是真正笔尖可能它是我们在这样压笔的时候，你看它是微微翘起来的，真正笔尖颜色最重的位置它是没落上颜色的啊。一旦我们笔腹去用力的时候，笔尖的位置它就是自然上翘的啊，它会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去修改的时候，可以这样给它往回赶啊。但如果说还是太重了的话，那我们就还要用这个方法。另外一支笔洗干净，然后在甲面上，在纸巾上正面吸一下，反面吸一下。然后怎么去这样去小面积修改啊？用笔尖的位置走一个 Z 字形啊 ，Z 字形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向啊，但是落实到甲面上就是这样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，我们再来，然后时刻关注着笔上不要有这个颜料啊，沾上一点颜料就洗一下笔，立刻，然后在纸巾上吸一下，然后这个位置我们轻轻的去走一下 Z 字形啊，晃动晃动，一个是走 Z 字形，还有一个是点的方式。点的方式是什么啊？就是这样。点压的方式，我给大家写下来啊。用干净的笔啊，走 Z 字形或者是点压的方式啊，这2种啊。它呈现在甲面上，大家这么去看一下效果啊，它跟甲面上呈现的弧度会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完全竖直的啊，稍微倾斜一点啊，走
，Z 字形，Z 字形，落实下来就是这样，点压这样。知道吗？啊，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。那还有一种是我们颜色上色过重。其实这个情况的话，我之前在画那种小兔子啊、画小熊的时候啊，有遇到过。就是我在去画这个小熊的时候，我先把这个擦掉啊，就会上一个它那个耳朵的颜色，或者说把它的身体填色的时候，会遇到这种情况啊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还是用白色去替代啊。比如说，我想画的一个耳朵呢，它是那种带一点淡淡的渐变色效果，哎，结果一上来，啊，对吧？颜色太重了，它一点都不透，这个感觉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是我们啊，看它上面是否是水比较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我刚才涂的，其实我的笔上的含水量比较足，所以我画上来的时候，它到现在还有一点反光点，对吧？如果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抢救的方式，用把另外一支笔赶快洗干净，拿干净的纸巾啊，正面反面吸走一下水分，然后直接赶着这个之后，赶一下之后，然后迅速的再到纸巾上吸走，把颜料吸走啊。吸走的话，然后再去这样去赶着这个颜色，它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渐变的感觉哈，这样的啊。然后我们想让颜色再浅也可以啊，还是重复的这个操作就可以啊，正面反面吸一下。然后啊，其实操作的不同点在于我压笔的一个方式啊，宝贝们看我压笔，这个时候它压笔的笔毛是有笔尖大概是1/4这个位置啊，有一点小距离，这个位置压着笔去蹭的方式啊，左右去蹭，摇摆啊，这样看到没？我这样来一下啊，这样蹭，这样蹭，这样蹭。看到吗？它呈现出来是这样的渐变色。那如果说是我这一笔含水量非常少，我画的是一个很实的线条啊，这个时候怎么改？它是不一样的啊。还是啊，我去画一个这样的小括号，看我这个颜色画的很白，而且颜料很足，上甲面几乎它的状态感觉就是干了，没有任何反光点。这种情况下怎么去改啊？而且它就是一个线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个时候是把笔洗干净，在纸巾上啊，同样的吸一下，吸2下，哎，吸的这个水分都是一样的，但是改的位置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啊。这一次我们用笔尖去走啊，笔尖轻轻的去挪动，挪动的同时往下带啊，往下去带一下，带2下。带3下，这样给它拖拽出渐变感，看到吗？拖拽出这个渐变感来啊。然后这一面给大家这么去看啊，操作一下，带1下，带2下，带3下，带这种感觉，看。同样是给它拖拽出这种效果啊，但是我们下笔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，根据我们这个颜料挥发的，就是它上面的那个水分含量多少啊，所以去改上的是不一样的。那如果说我是上了一个像是山丘那样的图案的情况下啊，比如说像这样，我觉得它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透明度啊，它颜色有一点重，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？把笔洗一下啊，还是在纸巾上正面、反面一共吸2下啊，吸2下之后，然后我随着我笔的这个方向，因为它面积比刚才这个大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压笔压的要比刚才足啊，但是也是笔尖，如果但凡是笔腹用力，看到吗？笔腹用力的时候，笔尖是上翘的啊。如果这样不理解的话，我们用这样去操作一下，看。笔腹用力的时候，笔尖是上翘的，所以我们这时候去做修改的时候，应该是这样：笔尖的1/3去用力啊，1/3这样给它整体往下这样赶啊，
再去涮一下笔，正反吸2下，同样赶着它啊，颜色被洗淡了哈。然后最后一种的话就是线条画的太粗了，我想把它改成细的啊，像刚才这种就是把它改成把颜色拖拽出来了，有点渐变色的效果，对吧？那如果说我把这个线条是不小心，本来我想画一个很细的线条，结果不小心画粗了啊，怎么办？这种时候怎么修改哈？这种属于小面积的去修改。如果说我们手比较稳的情况下啊。但我也不建议这么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的时候，你用棉片压完酒精之后啊，你再去擦的时候，它容易一旦就是说这个没干的话呢，你容易把这个颜色给蹭成边缘线是参差不齐的那种效果了，就你把它晕开了啊。但如果说你等颜料干了，你再去这么做的话，是完全可以的。这个点就是宝贝们要学会判断啊，这个干没干，是吧？直接去擦。看这个时候它线条变细了，对吧？那还有一种修改的方法啊，就还是去画粗一点。还有一点我们怎么去修改啊？还是用我们的笔毛正面反面吸2下水分，直接再到它的这个空笔的状态下，有一点潮湿的这个笔毛在它的这个当中。这样给它蹭往下这样去蹭，随时要准备好洗笔的这个动作哈。因为随时要保持这支笔的干净，如果它不干净的话，你在一边蹭的过程当中，你会把颜料这边带的往下哪儿都是哈。沾2下，这样，然后再沾2下。这样，后者的这个方法会比较慢，但是的话，它也是比较常用的一个方法啊。具体也要分情况，像我说的，已经线条完全干了的情况下，我们的手比较稳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直接选择用棉片去擦啊。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整体的当我们的水彩遇到需要修改的时候的话，它的一个修改方法哈。这节课就到这里了，下节课再见。